拉姆你好。你好，安南迪。很有意思哈，我们又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聊天。是。这次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你跟你自己内在的声音，跟你的心灵的连接。先做个自我介绍。好的。我的名字叫拉姆，我这个名字已经用了有25年的时间了。那我的中文的名字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名字，叫赵峥嵘啊，是当年这个在文革最晚期的时候，就75年出生的嘛，所以爸爸就从毛泽东的诗词里面选了这么一个峥嵘岁月的那2个词啊，就给我起了这一个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的这个峥嵘的名字，很有干劲儿的感觉。对，很有干劲儿，对。但是呢，就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对，在学习藏文的时候，有了一个拉姆的名字。那这个拉姆的名字呢，就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拉姆。那在地球村这边，在 Auroville 这边，所有的人都知道拉姆。然后我现在就是当下的话，我在地球村的一个社区叫奇遇社区，也叫 Serendipity。之前呢，它叫快乐社区。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搞笑吧，然后就被老天爷安排到了快乐社区。对，然后就一直在同一个社区去担任这个，就是分享中国的养生气功，然后分享中国的太极拳，然后同时呢也有去进行中国中医的自然疗法的一些疗愈的工作，包括这个现代催眠的一些工作。哪些疗愈呢？哪些疗愈这个首先有现代催眠的个案，然后还有中医的，比方说像中医的全身的刮痧的排毒，还有面部刮痧的排毒，然后包括小儿推拿，就对提高小儿免疫力和针对小儿特定的一些症状的疗愈的一些个案。然后呢，我也有做，我也有做这个面部刮痧的课程，我开了几次那个工作坊。就是分享给更多的伙伴们如何进行自我的这个面部刮痧，包括身体五脏刮痧的一些调理。然后平时的话，我每个星期有3次会在社区里去分享那个养生气功的课程，就会带领大家一起，就是差不多每个早晨吧，早晨的时候1个半小时的练习。我感觉是既专注又丰富哈。是的，是的。那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感觉你是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需要听从内在的声音，还是说你一直都跟你内在的声音跟你的心灵保持着连接，没有中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体验？我觉得内在的声音这个可能我不能保证说一天24个小时一直都要去跟自己内在的那个地方连接，因为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我觉得每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用头脑无法解决的一些部分，头脑无法解释或者无法处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在那个片刻，就像更深的那个自我的内在中心的部分比方说像我们的心，像我们的潜意识，向更深的那个部分去回归去放松，然后在那里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答案和资源。对于你而言，你是怎么做的呢？然后有什么样的身体感受、心灵感受？其实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障碍的时候，往往我们会锁在卡在我们的头脑里。因为我们这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在脑子里不断的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是吧？然后可能会想几百次、几千次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进入了一种大脑的神经的锁结。那其实当你聚焦在这个头脑里的时候，还有想找到解决方案又找不到的时候，其实你的经络你的气、你的神经的系统都已经锁住了。那在这种锁住的状态里，是很难有创造性的心流，那种气的流动的状态就是已经失去了，因为你锁在了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把全身，就是整个全身的经络系统、神经系统都要放松，让你的让能量流经你的
这个片刻。就很多人知道该放松，或者说能够说啊要放松啊，或者说我看到你紧张，我可以说，哎，拉姆你放松吧。对，但是当自己遇到事儿的时候，当比如说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怎么让自己放松？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通过一种刻意的练习去体验过什么是更深层次的放松的话，如果你只是对一个人说你放松，你放松，你别紧张，或者是，那其实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紧张。对，他做不到嘛。对，因为这个放松它是需要很多方面的条件，然后让这个人可以进入到一种状态的。对，还是回到你是怎么做的？对，我怎么做的？首先，如果我想要进行放松的话，我不会把我自己的聚焦更多的锁在那个负面的那个状态里。比方说，我会告诉我自己放松，或者是我会引导我的呼吸慢下来，然后我会让我的头脑完全变成空的状态，然后整个的回到新的，就是和我的这个心轮或者我的中丹田或者我的下丹田和我更深的能量中心保持连接。把气沉下来。首先是调整呼吸，然后把你的思维、头脑的那些快速运转的这些杂念，这些就是一大堆的，就是数不清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把它完全的静下来。就像一杯水，你把它搅动起来，是吧？然后慢慢让它沉静下来。如果水里有沙子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沙子慢慢的沉下来啊，就是这样，就把那个头脑的这些部分慢下来，通过呼吸去调整，通过你的刻意的练习去调整。再一个就是不要把聚焦放在负面的部分，比方说，如果我对我自己说，你别紧张，你别紧张，就好像我在说，你不要想红色，你不要想红色一样，但是你只会想到红色。就是因为你把你的焦点聚焦在那个上面了，对，是吧？如果我对你说啊，南迪，你别紧张，你别紧张，但是我只是重申或者扩大了紧张这个词的概念和能量。你别紧张，你别紧张。其实呢，你听到的是紧张，紧张，因为我们大脑里是听不到那个不字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对，我们应该正确的和正向的去使用我们的意念。我们直接去聚焦在我们想要的那个事情上。我们直接聚焦在我们想要创造的那个部分，而不是聚焦在我们不想要创造那个部分，因为那样的话只会喂养和增强，就是给更多的力量去喂养这个负面的部分，它就会变得更强大来制约你。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就是说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你是怎么面对的？对，因为是这样，因为生活中只要我们活着，总会有障碍，不会说你到70、80了就没有障碍了，只是说小时候有障碍。其实每一天都会有，就是数不清的未知的，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的一些困难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那如果按我们中国的阴阳的理论来说，任何的事情它没有完全的好和坏，也没有完全的阴和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是东方思维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礼物。就当你觉得这个事特别特别难，那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来考验你，或者是为了强化你的能力，为了让你变得更加的成熟，或者更加的有能量去做更好的工作？对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为了去增加你的内在的这种定力啊，你的能力啊，你的可以抱持的能力啊，它到了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不是偶然的。那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把心静下来，去看到那份所谓的障碍背后的那个礼物。然后就是带着一种创造性的好奇的一种心态，去看看，这个事情发生了，它带给我的正向礼物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阴阳两面，你既看到了这个障碍，也看到障碍背后好像是暂时隐藏的一个礼物，它在那儿等着你，你要学会去发现它。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全面的去客观的去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它真的很有意思。你是不是把障碍当做一个门帘，然后你用好奇心去拨开门帘，看看背后是什么，藏着什么礼物？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始终保持这种好奇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心态其实很多事情就不会卡太久。因为你不能保证说所有的事情你来了就迎刃而解，就一点都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像那个风过竹林一样就都过去了。但是你能不能在来到障碍，就是障碍来到你这个生命当中，你能不能更快的去迎刃而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练习的。对了，你说到练习，那你的练习是什么呢？就对自身的这方面的那个修为而言，我的练习我觉得首先是落实在就是其实每天的呼吸当中。
你有刻意的练习呼吸吗？或者说你当遇到事儿的时候才会，你说让呼吸慢下来呀，呼吸到半天呐？我觉得平时的，比方说，你这个固定的一些气功的练习，或者很多年的一些气功的练习，或者你的基本功，它是会帮助到你的。但是确实是在行走、坐卧的每一个片刻，如果内在都有一个更高的自己，更高维度的自己在看着自己发生的这一切，就是不用太纠结或者太粘连在自己的那个小我那个状态里，而是总有一个更高的自己在看着你自己，有一个抽离出来的一个距离，能够看到说哦，我在做这个，我在做这个，就不会特别的执着在或者是被卡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重要的。观察者嘛，一个是对观察者在行，一个在行动，还有一个更高的看着你自己在行动的这个部分，然后或者还可以有一个更高的，他会看着他在看着他那个部分，就有一个距离感嘛，就是这种距离感是会让你抽离出当下你面对的现实，但是它是不是也需要融合呀？有没有必要这个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它是融合起来？对啊，它一直都是同时存在的呀。但是有时候就是你是不是带入觉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觉察的话，我们可能就变成情绪的奴隶。比方说情绪一来，然后马上就被情绪给俘虏了，就完全就是融入在那个愤怒里或者那个悲伤里。但是很多时候你如果有观察者的话，你会看到哦，情绪只是一个来访的客人，然后他来了，然后他还会走，你知道他会走，他是来来去去的，或者我们说像天空的云，或者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客人，他来了又走了。然后当你能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不会特别执着在那个所谓的觉得哦好痛苦，因为这个也是很无常的，来了又走了，或者是说我们中国人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你觉得这个悲伤也会过去的，容易做到吗？这个不容易，但是你可以去观察，你不做的话，就是说，其实你看，比方说，即使你特别特别悲伤，你也不会永远处在悲伤里，你总是会有一个慢慢的就缓过来，是吧？继续你的生活，你总是有你生命当中的正向的资源去推动你继续往前走，对吧？我们现在来举些例子，好，讲讲你的人生故事里面你问一些具体的，看看我能找出哪个例子来对，你有没有最近遇到一个让你觉得头大的事情呐，或者说勾起你的情感情绪的反应的事情？对，那就必须得说今天，必须得说今天发生的事儿。头大的事情就是就是这个我在地球村的这个签证就一直在处在一个正在办理中，但是又没有结果的状态，悬而未决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已经数学不是太好，大半年了大半年的时间了。对，那当然我知道，我时刻能觉察到，我内心是非常期待有一个，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签证的延期就可以办成功，是吧？然后就好像这是一个心理的期待。但是同时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不知道，但是你就保持空的状态，对，你也不用过度的悲伤，你也不用过度的期待，你就该干嘛干嘛，就做好你当下能做的事儿，同时保持一个就是有一个敞开的空间去迎接，不管它有什么来，你可以去接得住它。始终有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常态性的你的状态啊。那刚开始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有没有非常崩溃，非常崩溃，就会想，为什么呀？就是发生了什么？就为什么不行呢？然后就当然很纠结了，有一种纠结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记得我在社区里也大哭了一次，把我们社区的邻居吓坏了。说有一次我路过那个大门口，说拉姆，我说是你家女儿在哭吗？那个怎么回事？我说不是，是我，怎么回事？我说签证出了一些问题。对，那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悲伤了一把。但是呢，我也知道我能就是长期的就处在那个受害者嘛，或者是觉得很难过的地方嘛，觉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只会让自己很内耗。除了内耗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正向的一些帮助。对，你是怎么调整？然后这个过程怎么样？就慢慢的转变的。我就在能够去接洽呀，或者去问啊，去确定，就是说，能不能再推动一些更好的，或者是一些什么结果的，就做了自己能做的这些部分之后，然后我在某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了，我就觉得现在我把我能做的，
都做了，能去确认的或者推动的地方我都做了之后，我就该忙我自己的事儿就忙自己的事儿，特别是忙就是社区里的这些课程啊，这些疗愈的工作，我就开始忙这些事情了。但是不仅仅是工作，而是也是你的一个分享啊，对使命感，有使命感的。对，而且我觉得在里面真的是乐在其中。我觉得这5个月，从上一次关于外管籍就跟我谈话是吧，或者从上一次就是他们说啊怎么样，有什么可能就是说这个签证的问题之后，差不多都有5个多月吧，一直没有动静，没有什么任何消息。那我觉得这5个月真的是一转眼就像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啪就过去了。但是你一想，你觉得这段时间过得特别丰盛，你觉得这几个月没白过，很有品质，很有收获，自己有很多成长，同时觉得也在这里面接触到了很多不同的朋友，然后有了很多美好的互动，相互学习，共同推动的一些，就发生过很多很美好的这些活动啊、故事啊什么的，很值得，觉得，对，就是这样，对，就是下一个问题哈，就想问问你在跟你的内心保持连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或者说你觉得是一个你自己需要跨越的一些坎儿？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那个一些跨越自己的一些坎儿，对，有些秉性上的一些东西啊，性格呀，就是说，他会不会就是说阻碍你，就或者人生态度啊，阻碍你就是跟心灵的连接这种？我觉得如果我宽泛的回答你呢，就是说每当例子吧，对比方说每当以自己的小我的需求占了上风的时候，就会觉着那个坎儿就感觉比较大，比较大哈。对，比方说想到我自己的，比方说人生啊，我自己的什么什么的，一想到这个，就会觉得可能会有焦虑，会觉得你知道你以后怎么样吗？或者何去何从？对，但是一聚到这个时候，就是关于小我的这个何去何从的部分，然后就会那个内在的那种可能是祖先传下来的世世代代有一种代际传承的一种焦虑呀、匮乏呀，然后他可能就会吞没你，这个也是可以觉察到的。是，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能不能快速的觉察到，你现在又被小我给俘虏了，对，然后你还要在里面。这个剧情里面还要玩多长时间是吧？然后观察者就出来提醒了。对，就是说，对，那你可以玩啊，是吧？因为这个的话，不是我，也可能我妈妈也是这样想的，可能她就有匮乏感，比方说，可能是祖先就有一些传下来的一些东西，那我要在这个时候去分辨的是，这是我的东西吗？这是他的故事吗？还是我对他的忠诚？我就是要去体验这个部分，我得去更深的去觉察一下，这是不是我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但是你深深的认为它就是你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很多在家族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代际传承，它所延续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在某一个部分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像我们的父母，那也可能那个部分是我们想向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去表达我们忠诚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是我和你爱的连接，我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我爱你，表达我忠诚你。那你的做法是怎么样去让他让你既保持对父母和祖先的忠诚，同时也选择你自己的面对事情的那个方式、方法和态度呢？对，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觉察到可能这不是我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要带着感恩，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剥离开。因为它这里面都是像量子纠缠一样，全部都是在一起的，连在一起，你分不清楚。因为你像这个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是吧，在孕期的当中，他跟这个母亲是一体的，母亲的情绪，所有的悲伤、痛苦、快乐，它全部都吸收在他的身体里，都是一体的。对，所以如果说一个妈妈怀孕的时候她很难过的话，这个孩子他没法不吸收妈妈的能量所以说，如果这个小孩出生之后，他可能就无形中就是他携带着很多妈妈的一些情绪，他可能所以说快乐的这个妈妈也很重要，对吧？他可能很多时候无意识的会携带很多年他母亲的一些部分，他还深深的认为那是他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一种传承啊，对，就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传承，代代相传的一些部分。我觉得这个在每个家族里其实都是有的。我们是需要带入深入的觉察去看，比方说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的好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嗯但是有些负面不好的部分，你不需要传承下去，你可以跟他说，哦，我知道这个是你们的部分，我要把你们好的部分传承下去。如果一些其他的地方我没有从你的身上学到，我可以从我生命当中的其他的老师朋友那个地方去学习。那现在我们生活的在这里的 Oroville 地球村，实际上它是在倡导和实践的就是世界大同，Unity in Diversity。它跟我们中国古代提出来的这个也是这个礼运大同篇里面讲到的，也是实际上是一样的。我感觉这是人类共同的梦想，而且呢，就是说 the whole world is one family。是的。那么我们传承，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在这里生活哈，选择了在这里生活，我们所传承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这个家族体系、父母祖先的一些东西，而是整个人类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说体验到。那是不是这个工程就比较大？我们如何在整个这个大的一个人类的那个命运共同体当中从我们的个体的那个体验出发？我突然内在有一个话，就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对，就别把这个事儿看得太大。就是因为一个细胞或者一个种子里面，它也反映的是整个的世界。那你知道我最后一个再说两句，我们就对我觉得小到一个细胞是吧？小到一个人的身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子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你怎么来解读这句话？对，我觉得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的规律，就是你不管是大的国家还是小的，这个关于对自然和谐的这个向往，然后其实它都是有在道的这个运行的规律当中，我们都在这个大的道的规律当中再去找到自己内在的和谐和我们所谓的天人合一的部分。笼统的这样说。谢谢分享。谢谢南迪。你是最好的采访者。这段卡掉。咔嚓。